在大马常年炎热也成为常态，因此不管是工作还是在家里，使用冷气也是多数人的日常习惯。然而，低温带来的舒适环境，往往让我们没有意识到冷气对于皮肤带来的潜在威胁，鸡皮肤就是其中之一。鸡皮肤产生在皮肤上，呈现一粒粒的小凸点，常出现在上臂外侧、大腿，甚至整个背部。虽然对生活没有太大的影响，却会影响外观，使人容易产生不自信感。那么，该如何改善鸡皮肤呢？如果是长时间待在冷气房，又该注意些什么呢？让我们跟随专家一起来学习如何改善鸡皮肤吧。好，我们马上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皮肤专科医生谢良聪 Dr. Chia 来请教一下。Dr. Chia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Dr. Chia， 我很纳闷哦，对，看那个图片上，不就跟鸡皮疙瘩一样吗？一模一样，这个对不对？也是一种病吗？我们与其讲它是一种病哈，那它应该是更加贴切说它是一种皮肤的症状吧，一种皮肤的问题。那还好，这样听得比较安心一点。对，它并不属于病啦哈。OK， 那好多人会觉得这个鸡皮肤它到底是什么，对不对？是。那它其实就是这个毛囊中的角质蛋白无法正常的代谢。所以呢，造成呢，它起了一粒一粒的这种凸起来的疙瘩。就是说，只有待在冷气房呢，它才会导致我们的皮肤没有办法正常的代谢吗？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它其实是一个错误的这个认知。其实很多人都有一个错误的认知。那么在这个冷气房里头呢，它并不会造成这个鸡皮肤。可是在这个寒冷环境加上干燥的环境呢，它会让这个现有的鸡皮肤越来越严重，恶化。本来已经有了，对，现有的它就恶化了。对，因为在冷气的环境里头，毕竟这个空气是比较干燥的。是的。Dr. 像这样的疾病，有没有性别歧视啊？或男女老少都有机会呢？那我们一般看到女性啊会多过这个男性。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基因吗？其实到现在是吗？这个发病的机制是吗？3个字可以带过，不知道，完全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发病机制。但是我们看到呢，它倾向于遗传的现象。遗传？对。那么也有这个文献讲过我们在这个皮肤中这个保护屏幕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蛋白，它叫做 filaggrin 丝聚合蛋白。蛋白呢，它因为基因的突变，所以呢导致了这个鸡皮肤的出现。又或者是那些平时已经有湿疹啊、干性皮肤病史的人呢，也特别容易引起这个鸡皮肤。对的，不止这个病患本身，包括如果他的家族有类似的病史他都有可能得到这个鸡皮肤的这个概率来得比较高。那么有50到70%的青少年在他的这一个成长过程里头呢，都有可能得到鸡皮症。为什么呢？是因为成长的关系，还是其他原因？一样3个字，不知道。可是讲到说50到70%的青少年，是不是说过了这个青少年的阶段，难道就没有了吗？一般的鸡皮肤它是大概10多岁开始生长，然后到20多岁呢，我们开始看到它会有改善，差不多到了30多岁啊，多数的人呢几乎都已经痊愈了。但是呢，我们也有看到呢，将近有40%的成年人一直持续到他的成年的时候，完全不会好，还是会减轻，还是怎么样？3个字，不知道。然后为什么女性占大多数呢？对啊，也是3个字，不知道。算是挺有趣的。对，应该是和这个基因突变遗传非常有息息相关的一个牵连啦。OK， 那Dr. 我们来谈谈一些我们可以知道的。好，这个鸡皮肤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对，Dr. 有准备一些图表嘛，对不对？非常好的图片，在我的这个右手边里头是一个正常的皮肤嘛，它的毛囊，皮肤上层的这个是角质层，角质层本身它有它自己的一个蛋白质，那么角质蛋白呢，它会正常的代谢，可是呢，到了这个鸡皮肤呢，你可以看到呢，这个角质蛋白里头它无法代谢，然后它聚集在什么地方？它聚集在这个毛囊上方内壁里层然后再包括呢。这个毛发它会变成越来越细小，然后它会曲卷，所以呢造成了这个毛囊开始阻塞，然后你摸上去的时候就是一颗一颗、一粒一粒的疙瘩了。而且它的毛发又倒生啊。对，这个毛发倒生，其实成年人也常常会有这些问题的。这个鸡皮肤跟那个毛囊倒生会不会很相似？它有可能是相关的。对。但是你可以看到那些毛发倒生，它能够算但是这个天部在一个区域里头有几百颗、几千颗都是同样的问题。它会
恶化成毛囊倒生的情况？应该不会，应该不会，应该不会，对。这样它多数是出现在我们身体的哪一个部分呢？最常见的是手臂的外侧、大腿的侧面、我们的这个臀部，还有背部上方。背部，哎，感觉上这些就是比较直接接触到干燥空气比较多的地方。不一样哦，因为当你鸡皮症这么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呢，它会影响到你的这个手的外侧、整个背部，然后小腿开始来，然后最严重的时候，你看到呢，它会影响到你的脸颊，造成这个脸颊开始会泛红，也有可能会出现这个眉毛开始脱落，甚至局部性的这个皮肤萎缩，严重，非常严重哦。可是呢，我没看过那么严重的哦，就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看过这样那么严重，造成皮肤会萎缩啊，眉毛会脱落的这个问题啊。很多人呢，他其实都是局部于在他的手臂和身上而已。是不是本身如果他有过敏的这个问题的话呢？才会特别的严重。它没有任何的相关和这些过敏的体质它就是完全是因为基因的关系、遗传的关系，跟他的那个生活习惯啊，或者是刚才我们说周围的环境嘛，是不是说如果冷空气的国家，特别容易有这个鸡皮？对啊，好像以前我在英国念书的时候，是吗？我的同学几乎100%都有鸡皮症的，但是回来之后就没有事了。对，所以回来就没事情。所以你现在如果你有这个鸡皮肤的话，你如果是长时间待在这个冷气房里头，那你的鸡皮肤是会越来越严重。然后再加上呢，可能它的这个自身的清洁保护啊做得不好，保湿不够，然后再加上皮肤特别干燥，就会造成了这个鸡皮肤是越来越严重。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看到会觉得说，这个人可能是有轻微的汗斑，因为色素沉淀的话，你感觉好像是汗斑啊，或者是一些斑点啊，其实可能不是，可能是这个鸡皮症。可是刚才看到那个照片呢，好像还蛮严重的，它就是密密麻麻，甚至凸起来的。如果说再加上干燥的话，我们一定是会去抓嘛，抓了之后会不会抓破、抓伤我们的皮肤？当然会啊，是越抓越爽越爽就越抓，对不对？所以呢，如果有鸡皮的话，尽量不要去抓太多会痒是因为皮肤干燥嘛，所以这个保湿的这些产品呢，你要用到适合，用到足够，然后抓伤呢就会可能有这个感染的风险有些人喜欢穿到好像 Spider-Man、Batman 这样太过紧身的衣服，对吗？也不行，因为它会增加它的这个摩擦，刺激到这个毛囊。doctor，你的意思是说有鸡皮症就避免穿紧身，还是说要避免鸡皮症也少穿紧身？有鸡皮症避免穿紧身对，我们这里有一个观众的问题他的手机尾号是2312，他就说，怎么样去分辨这个毛孔角化症，就是鸡皮症跟痘痘呢 ？OK，很简单痘痘会疼这个毛孔角化症不会痛。但是会痒，它会痒然后呢，毛孔角化症就是鸡皮你去挤它没有东西，痘痘你挤出来可能会出一些黑头、粉刺，甚至出血出脓很多人他傻傻分不清这是痘痘还是这个鸡皮症，所以他看到了他就想做什么？挤压他就喜欢挤，没有东西了，挤不出怎么办？对，所以就造成了这个皮肤的毛囊开始发炎。可是你说这个鸡皮症它的范围是相对来讲比较大，怎么挑这么多？就是有这样子的人这真的那有没有人觉得说，我粗粗的，我就用角质、去角质、磨砂膏拼命的去涂？其实这个磨砂膏还是这磨砂布呢，它其实就是治疗鸡皮症的其中一个最好的方法不会痛吗？对呀，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加湿，我们磨的时候是吗？必须要轻磨，不要去拿砂纸那么粗糙的去刮它那好，我们讲了这么多，doctor跟我们的观众说一说吧。如果真的发现自己有鸡皮症了，除了刚才讲不要穿太紧的衣服之外，不要抓痒之外，我们还注意一些什么事情呢？第一呢，最重要的是你要对这个鸡皮症有所认知，你要知道它是什么，你要知道它是不会断根，但是你知道呢，我们还有很多的治疗方法是能够改善，甚至是避免它的继续恶化。那是认知第一个非常重要。第二个呢，避免长时间待在这个冷气房比较干燥的地方。第三，这个皮肤的保湿你要用到足然后第四呢，不要去挤压。做完这些东西的话我觉得这个鸡皮症其实是可以很好的去被改善。doctor刚才有提到很大部分是青少年，是。但我们知道现在爸爸妈妈都很关心自己的孩子，尤其是女儿，如果万一看到女儿的皮肤有这个鸡皮症，爸爸妈妈可能会很担心，症状会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消退，或者影响他们的整体的美观呢？我们刚刚有提到是吗？好多这个青少年呢，其实他在迈入20多岁的时候，这个鸡皮症会开始慢慢的愈合。然后到了30岁，几乎他们已经痊愈了。但是如果宝宝也有这个鸡皮肤的话，就要这样子把他带到那个过了青少年成年人。
好多年了。其实你要知道，鸡皮症它不会痛，没有任何的症状，除非这个皮肤是特别的干燥，那就可能会有点瘙痒，对吗？所以宝宝一样啊，我们用这个 baby 油啊，之类的，把他的宝宝的皮肤照顾得好呢。最怕就是他们会抓破它其实是还 OK 的。是能够根治的吗？这个鸡皮肤？它不行，因为我们连发病机制都不知道怎么去医治它，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如何去改善和如何去做一个避免和控制它，对。所以要怎么改善呢？还记得那个图吗？刚刚那张图，那个图上说这个鸡皮症它有第一是什么问题？阻塞。对。然后第二是干燥的问题，对吗？所以改善的方式我们就要从这2个角度去进行。那如何去减少这个阻塞哈？那你在冲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做适当的去角质。那这个去角质本身呢，我们一般会建议是使用去角质海绵或者是一些磨砂膏，做一个适当的去角质。然后在这个保湿方面哦，你就要用足哦，来避免它的这干燥，对不对？那很多时候呢，如果你读文献呢，它有说，你这个保湿里头你可以加一些有去角质的成分，包括尿素、水杨酸、乳酸，还有任何的 alpha 或者是 beta 的羟基酸，其实都是 OK。如果是很阻塞，造成这个毛孔甚至有一些小发炎的呢，我们可以做一些维生素 A 酸的产品。在这个诊所方面，我们能够做什么呢？我们能够做极光。那极光呢，我们可以用一个非常短脉的极光呢，我们去做个去角质，或者我们用长脉的极光来减少它的这个红斑，甚至跟它去除掉那些倒钩的毛发。所以那时候你做了一次性的激光之后呢，就可以去掉？不会，不行，不行。这个毛发是一次过可以去掉但是这一个鸡皮症是吗？你必须要做几次的治疗。毕竟是堆积起来的角质蛋白是蛮厚的我们必须要安全适当的去除一些，然后在第2个阶段里面呢，来继续的去把它做一个减少。多多刚才有讲到这个去角质的这个部分比如说大家会可能用一些那个海绵啦，对，很多产品啦，对。那有一些是欧洲人洗澡的时候泡澡是不是一个刷子嘛那种？对。但那个刷子会不会太过激进了一些，还是说也 OK 的？我觉得除了沙子以外，其他的都 OK 只要皮肤可以接受，对吧？对，沙子就不好，因为我们不是桌子嘛。那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除了激光去角质之外呢，还可以化学焕肤怎么样化学法？化学焕肤呢，它使用的是一种酵素或者是一种羟基酸。你有听过人家化学焕肤放在这个脸上，对不对？让它脱一层皮，然后减少它的暗疮或者是减少它的皱纹细纹。那同样的这一个焕肤的这个产品呢，我们能够调制一个合适的一个8%点，然后呢涂抹在有这个鸡皮症的皮肤上去掉这个角质层。原来是这样。这样如果说我们要长期的做多久才能够有效的去改善这个问题？老实说这是因人而异，是吗？那一般上呢，5到6次的这个治疗是吗？你可以几乎看到这个鸡皮症会好了一半那刚才有讲说，我们平时照顾的一个方法就要定期的去角质嘛。那去角质到底要多久去一次才比较健康 ？OK， 如果你开始的时候呢，我个人建议是你每一天都做。无论你是用磨砂膏，或者是你用这个纱布嘛纱布我们不用纱布海绵不是用海绵还是你用一些去角质的产品。你初期的第1个星期你每天都做，然后呢1个星期后我们就要是看你个人对这些产品或者这器材的一个皮肤反应。如果太干、太痒、太红是吗？你可能是做 over 了，那我们必须要停止，好不好？那如果你是皮肤没问题，这个症状开始，那你可能可以再继续，但是在进入第2个星期的时候，我不建议每天再做了因为毕竟是皮肤它的这个保护的功能是吗？它也是有一个限度的。那我一般建议呢，接下来的日子呢，1个星期1到2次就 OK 了。那如果没有这个鸡皮症的朋友呢，一般去角质也不可以太频密吧？不能太频密吧？不能太频密，1个星期1次就是已经非常足够了。是。可是如果说有些人，因为他就是有这个鸡皮症呢，可能他就是去了角质之后，我们通常就会涂那个润肤液的嘛，然后他会涂多。他觉得说我涂多一点，可能比较保湿一点，对，这样子的话可以吗？其实他如果很多钱的话，我们不阻止嘛，对不对？其实不需要啦。那么气满则清这句话说到是，如果你是这个，尤其是这一个保湿的东西，你如果用太多的话，它有可能会因为这个成分的一直堆积是吗？造成毛孔的阻塞，是物极必反的对。
哦，所以是不可以用太多这个滋润的皮肤，就是适量而已咯。适量用就好了啊，不要用到太多。是，除了这个之外，一般上这个去角质啊，包括滋润的一些产品哈，您遇过的比较错误的或者比较经典的一些用法有哪一些呢？那当然就是刚刚讲的是嘛，用了太多，对，或者是太频密的去使用它，然后不了解到你使用的产品里头它的这个分子的大小，还有它的这个油性成分的多和少。对吗？造成了呢，这个产品可能本身太过油腻，分子太大，然后造成这个皮肤的阻塞，然后引发了其他的这个毛囊发炎啊等等的问题哈。那么当然就是有些人呢，因为有鸡皮症的关系呢，他可能是太过频密的洗澡。或者他是太大力的去搓洗他的这个鸡皮的这个地方哈，造成的皮肤的损伤。然后我们又讲，我们刚刚可能没有谈到的东西就是水的温度重要吗？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毛孔里头如果它能够扩张，那它的阻塞就会减少，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用冷水还是热水能够让它毛孔扩张啊？应该是温水吧？热水不行吗？对不对？它是要温热水。温热水。当然，热水呢，如果太烫的水呢，本身它可能会这个剥掉我们皮肤的天然保护层啊，对哈，所以总是烫下去会红了，那个就不对了就不对了，对，所以要温热水，它烫上去还是舒服的，那个是刚刚好的温度。那我们这里呢有位观众他也是想问一下 Doctor， 就是他的手机尾号是7474，他说鸡皮肤会传染吗？不会，很简单，绝对不会哈，它不是任何的传染病，它没有病毒，没有任何的伤害哈，所以没有卫生的那个忧虑啦，不会说共用了什么东西之后会被传染。对，是的，绝对不传染。但是比如说他个人用的卫生用品啊、寝具啊，就是枕头啊、被单那些，有没有说要分开，不可以掺到，不可以碰到有鸡皮肤的人？因为它本身其实没有鸡皮肤的，我们都不要共用对不对？但是如果就算是共用的话，是吗？它并不会有存在任何这个感染的风险所以你不需要太担心。但是要照顾啦，对，要照顾。Doctor刚才有讲到其中一个就是干燥的环境，冷的环境。那我们这边当然不会像4级国家有这么寒冷，但是我们天气很热，我们就会开空调。对。那工作嘛，如果长时间，尤其我们做媒体的，跟长时间10几个小时在冷气房里面很正常。对。那怎么办呢？你可以考虑是在，如果你的这个上司允许的话你可以考虑在你的冷气房里头加一个小型的一个加湿器，或者是在这个手上随身携带一些保湿的这个霜啊，护口霜还是这个皮肤霜那在这个适当的时间去给它抹一抹这样就能够达到一个保湿因为有些人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也是有那个加湿器，对。那如果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生活习惯啊，还是饮食习惯要注意的，可以帮助我们改善鸡皮肤呢？很多如果你上网去查他会跟你讲，你要吃这个不吃那个，对吗？其实全部都没有任何的医药根据。对，那饮食方面呢，有没有忌口的东西，还是有什么食物是会特别去帮助这个鸡皮症呢？到现在呢，完全没有任何的证据显示哪一种东西是有效的比方说吃胶原蛋白那是非常好的，但是帮不到鸡皮症没有关系，100%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但是我觉得最重要是在这个健康的饮食习惯这个很重要，还有这个作息。Doctor跟我们稍微讲一下这个健康的饮食习惯到底是怎么样的，要注意哪一些呢？好，这个需要2个小时来讲。对，当然就是我们说这个健康的食品，营养要均衡，对吗？这个淀粉啊、糖分啊，尽量去减少，然后蛋白质增加的去做一个摄入，蛋白质要增加，对，糖分跟淀粉要减少，对，还有这个纤维，从这个菜呀等等之类的那些都是对身体非常健康的东西。其实刚才我们在广告时间Doctor有告诉我们说，要照顾皮肤，让皮肤好的话，其实有几个很重要的点，而且其中一个Doctor刚才讲的就是糖分，对吗？对，糖分会让皮肤老化的快，对，是的。所以还有一个就是睡眠，是吗？睡眠非常重要少睡就不漂亮了，就老得快了而且也要多喝水，这个抽烟就要戒掉，对呀。
这个酒精是吗？尽量减少。减少哦，所以很简单的这个方式，但是呢，却对我们的皮肤保养呢是非常非常有效的啊。没错了，好，我们谢谢 Doctor， 因为 Doctor 呢稍后呢还会教我们怎么样的去正确的去那个角质哦。那接下来呢，在进入资讯之前呢，我们就来看皮肤病的种类到底有哪一些。皮肤病的种类，牛皮癣。牛皮癣也称银屑病，它是一种慢性自身免疫性疾病，病程较长，有可复发倾向，有的病例几乎终身不愈。一般由遗传和环境因素的结合，通常有这类家族病史的人更有可能患上这种疾病。另外，也有可能由其他触发因素导致，如压力、感染、皮肤损伤和对某些药物敏感等。皮肤癣发病通常以青壮年为主，且病情时好时坏，常见于膝盖、肘部、躯干和头皮。它会导致皮肤出现红色鳞状斑块和脱屑痕痒，但不会透过接触传染。湿疹。湿疹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皮肤病，通常表现为皮肤的炎症、干燥、瘙痒、红肿和皮疹。它是一种非传染性的疾病，可由多种因素引起，包括遗传、免疫系统异常、环境因素和皮肤屏障功能受损等。湿疹可发生在不同的年龄段，在婴儿期，湿疹常见于脸部、手臂和腿部弯曲处；在儿童和成人的身上，较常发生在手肘、膝盖、手部和脚部等区域。湿疹一般无法被根治，但可通过药物治疗减轻炎症的瘙痒感。带状疱疹。带状疱疹俗称生蛇，引起疾病的病毒与水痘相同，都是急性感染性皮肤病。带状疱疹的第一个症状是突然的皮肤疼痛、刺痛或身体一侧灼热，疼痛感觉是非常痛苦的，而且几周内都可能没有任何明显的症状。发病时最常见的症状是身体的一侧皮肤出现红色皮疹，像一条绳子或带状，但是皮疹有时也会出现在身体的其他地方，像手部、颈部、面部、眼睛或耳朵。皮疹会形成水泡，然后变干、脱落，并在3至4个星期内复原。如果水泡受到感染，则需用抗生素治疗。欢迎来到活力好亮眼哦啊！我们继续要请教 Dr. 嘉呢，教我们如何正确的去角质，还有保护我们的这个皮肤，甚至有效的改善这肌皮肤的症状哦。好 ，Dr. 嘉，请你来示范一下哦。那首先呢，我们应该要注意的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产品嘛。对。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一个磨砂膏，对不对？那我这里呢就是有带一个磨砂膏，是大家可以考虑的哈，对不对？然后很重要的是这个磨砂膏是吗？好多人现在已经发现到磨砂成分里头啊，它会出现的一些化学的那个磨砂颗粒哦，对，你不要去用它，因为这种磨砂颗粒它不会被溶解，然后如果它透着这个水道啊，溶到这个海里头啊，鱼吃了哦，它们就会被自己生生的撑到饿死掉。大家知道。所以也不是说颗粒越大越粗越好，对不对？不好，所以你要用一些天然的，好像我们这一个是属于这个 walnut 核桃的壳里头磨成的这些这个小颗粒嘛，你看看，对了，很滑，它的那个颗粒呢是很幼的。那我们如何要去使用这一个核桃这个颗粒哈，对不对？很简单嘛哈，就好像我们正常的冲凉这样是吗？好，来今天让Dr. Chia教大家如何冲凉，好不好？因为我看到Dr. Chia已经拿着那个海绵嘛，海绵的种类又很多，比方说我现在这个是丝瓜，这个丝瓜的这个，然后呢还有这个比较这磨砂皮啊，这应该用哪一种呢？其实它都 OK 的，好像比方说这一个布质方面是比较温和嘛，对，然后呢这个去角质比较好，然后这丝瓜的它的本身呢它的去角质是来得更加强，因为它比较粗糙嘛，对，主要看你这个皮肤这个敏感程度还有你冲凉的这个力度而定啊。好，这样我们一开始是怎么样呢？先弄湿你的身体，弄湿身体，然后把这个磨砂膏涂抹在这个身上，对不对？涂在身上，我们加一点点水然后我们把这个磨砂布呢，我们就轻轻的跟它这样去揉，
打圆圈的方式哈，不要我是进对打圆圈的方式，那我尽量不鼓励是以上下为主哈。为什么？因为打圆圈的方式它才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均衡的这一个去角质，好不好？也比较柔和。对，多少次啊？10次到15次就已经足够了。可是 Dr. Chia， 因为呢，它这个抹砂膏本身已经有一点点的颗粒，再加上这个海绵会不会双重的刺激？还是说，所以所以有没有一些磨砂是没有颗粒的呢？没有颗粒就不磨砂了，就不是磨砂。对了，没有颗粒就是去角质的产品了。就是去角质。对，你这边有去角质的产品吗？有啊。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去角质的产品是吗？如果你选择使用保湿呢，我建议大家是里头含有这个去角质，对不对？那么可是呢，好多这个保湿的产品里头呢，它的这个去角质成分是吗？它你可能你不知道哪一个是适合你的哈。对。那么也很难找到有保湿和去角质的产品。那这样呢，我一般上呢会建议呢，你可能可以考虑呢，把你的这个去角质还有你的保湿的这个产品呢，你做一个分开使用。那我手头上这有2个产品 ，OK。那第一个呢就是一个去角质的产品。大家可以看到哈，这去角质产品呢，我们把它挤在我们的这个有鸡皮的这个地方啊。它是没有颗粒的，对，它这个没颗粒，它里头就是有羟基酸等等的嘛哈。然后呢，我们均匀的也是打圈的方式呢，抹在我们的这个鸡皮这个区域里头。之前我们的皮肤不用弄湿吗？不需要啊，不需要，这个不需要，这个就冲完凉过后你所使用的，然后你就稍微等1-2分钟给它比较吸收，把这个角质层慢慢的去做一个清理哈。是 OK， 然后之后呢，把你的这个保湿哈。涂在这个上面里头，好像2合1了哈。对，然后这样子就 OK 了。这样子比较拍一拍，清爽，然后你就可以去睡觉啦。而且也不用痛，是很简单。就是平时这样子冲好凉之后呢，对，2个一起用嘛。对。这样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那我们冲凉的时候呢，对于我们的那个肥皂啊，还是乳液啊，就是要怎么选择呢？那这个我并没有任何的这个大问题，无论是这个乳液还是这个肥皂呢，其实它2者都是 OK 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肥皂里头有很多的这个起泡剂，起泡剂可能会造成这个皮肤的敏感，所以呢，我一般上呢，我会建议你使用的尽量是用一些天然的起泡剂，而不是那些比较化学成分的东西哈。有没有说它的 pH 就是要维持在多少？对，你只要找到一些只要 pH 值里头是吗？在 neutral 方面的是吗？其实是都 OK 了的。那就是洗完之后呢，如果说我要涂这个乳液啦哈，润肤霜的话呢，又要怎么选择呢？因为我们这边呢好像有几个选择。你看你的皮肤呢，好像我们的主持人那么年轻又那么漂亮，对不对？他的这个不像我们这些老安哥这样皮肤又干又燥的话，那你可能你就选择使用呢一些太多了哈。OK， 你可能使用的一些是比较清爽的一些 lotion， 而且这个也比较适合我们热带国家。对，那如果你是刚刚讲的像老安哥这样是比较干燥的是吗？你可以选择毛孔阻塞了，你可以选择使用是比较油腻的比较油腻的产品，更滋润的。对，你可以看到它有什么不同。它是比较油腻，对吗？对，它的那个质地呢就比较有黏腻一点，比较厚一点。那如果没有这么液体，对，如果还是你觉得不够保湿呢，当然你可以选择使用更油的东西了，对啊这些都是。不同样的这个保湿的成分。可是如果是在脸和颈部的话，就不适合用这些。对，脸和颈部如果是说太过油的，我一般上我不会建议，因为呢会造成这个皮肤的阻塞。对所以你一般使用比较清爽一点。如果还有鸡皮肤呢，在这边。对，我们其实鸡皮肤呢，只要你有做任何的保湿，我都 OK 了。脸部。对。了解。对。鸡皮肤最重要的呢，它是在于这一个去角质的成分。那这一个呢？这一个也是其中一种比较保湿的一个 lotion， 这样它和这个质地是比较相近的。OK。好，那这还有这两个。对，这里2个药膏，这是医药用的吗？对，医药膏。如果你觉得这个鸡皮症造成你的毛孔有阻塞的这个问题是吗？你可以使用这个维他命 A 酸。这个维他命 A 酸我们怎么用呢？你看它带一点点。它的分量大概挤出这样的分量。这样然后你看你带点小黄吗？
我们做个特写的话，如果可以哈，它带点小黄，你知道为什么会带点黄色吗？为什么？因为维他命 A 酸哦，它本身就是黄色的成分啊，大家可以看到。所以是怎样呢？每次洗澡都用呢，还是说每天呢用，还是要隔？大约你前面第1个星期你每天用1次，然后之后呢1个星期里头1到2次就可以了哈，好不好？如果再严重的话，我们就用这个。这个是类固醇，这个类固醇一般上，如果你的这个毛囊里头是吗，它开始发炎，或者是有很瘙痒，你用了好多的这个保湿都感觉到没有什么大差别的话，你可以呢暂时的早晚呢使用这个类固醇，大约是7天到14天就可以了哈。那我们要选择这样去使用它。好的，了解，非常感谢 Dr. 嘉教我们怎么样的去保护我们的皮肤，还有改善这个肌皮肤的症状哈。